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啊，就在前几天，当地的时间7月16号，美国那边又开始作妖了。那这回的主角呢，还是咱们的老熟人特朗普。你猜他干嘛了？他没有去打什么高尔夫啊，也没有在网上跟人吵架，而是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上面，他是一脸的严肃啊，手里面拿着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上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那这个孩子怎么了？因为这个芬太尼没了。哎，你想想那个画面感啊，一个70多岁的老头举着一个逝去孩子的照片，那旁边还站着孩子他妈，那哭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的呀，控诉这个芬太尼这玩意儿害死人。哎呦喂，这场面啊可真够悲情的吧。这特朗普听完也是一脸的同情，说：“哎呀，这些因为芬太尼死掉的人太可怜了。”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哎，这个老头今天还挺有人情味儿的？别急，好戏还在后头。他话锋一转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啊，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咱们中国。他说是这个中国把芬太尼的原材料卖给美国去的，所以啊，这事儿得中国负责。怎么负责呢？先给你加个20%的关税再说。他还对那位悲痛的母亲说：“你放心，我相信中国会给贩毒的人判死刑的。”我听到这儿啊，我当时就傻了。我说大哥，你这锅甩的也太不讲究了吧，这技术含量也太低了吧，简直是当着全世界的面耍流氓啊！咱们大洋彼岸的中国安安稳稳的在家里面待着，这口大黑锅就咣当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了，你说冤不冤啊？那这个芬太尼他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能让这个美国社会乱成这样，还能让这个特朗普拿来当政治牌打呢？你可能在这个网上刷到过一些视频啊，特别的吓人。就在今年，美国费城肯辛顿大道，那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啊，不知道还以为是好莱坞在拍丧尸片呢。好多人呀，在那个大街上，身体扭曲成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有的人是蜷着腰，像个大虾米似的往前挪；那有的人呢，就直挺挺的站着，又一动不动，跟个蜡像似的。还有人就突然啪的一下就摔在地上，然后对着这个空气啊一通乱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啥行为艺术呢，后来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啥艺术，这叫芬太尼折叠。就是这个人啊，他吸入过量的芬太尼之后啊，这个身体不受控制了。那吸的人自己都说啊，就感觉就像是睡着了一样，特别的舒服。但是脑子吧又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走路，所以在外人看来，他们就像是半睡半醒的僵尸，是又诡异又吓人呀。但是对他们来说啊，那感觉可美了哦，而且时间过得飞快。有个吸了2年的瘾君子说啊，感觉2小时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这玩意儿有多要命？官方数据啊，就2023年1年，这个美国因为吸毒死了多少人？10.7万人啊！而这10万多人里头啊，有7.5万人是死于这个芬太尼过量。70%以上啊，平均每天啊就有超过200个家庭因为这玩意儿破碎。这已经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国家级的灾难啊，一场生化危机。那话说回来了，这么个大杀器，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吗？嘿，你还真别说，这又得让特朗普失望了。这芬太尼啊，是上世纪60年代人家科学家正儿八经搞出来的，那是干嘛用的呢？止疼的。当时是觉得这个吗啡止疼啊效果不够好，起效也慢，就想整个更厉害的。结果这个芬太尼一出来，好家伙，止疼效果是吗啡的100倍啊！这吗啡打下去它得10分钟起效，但是这个芬太尼它2分钟就行了。所以你看啊，这东西本身啊它不是魔鬼，它是个天使呢。在咱们中国，这个芬太尼是处方药，而且是严格管控的麻醉药品。什么人用呢？一般都是用于这个癌症晚期的病人。那真的是疼的受不了了呀！那用这个能让他们在这个生命的最后阶段啊，活得有尊严一点。咱们国家对这玩意儿的管控啊，那叫一个严丝合缝啊，那绝对是相当严格呀。可是问题来了啊，这么个在中国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它就怎么在美国满山跑了呢？这就得说到美国的国情了啊，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阿片文化。那啥叫阿片啊？就像是吗啡、芬太尼这一类的东西啊，在美国呢有超过200万人对这类药物上瘾，其中滥用芬太尼的就超过100万。这事儿吧，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这根子早就埋下了。这事儿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啊。当时呢，这美国啊有一家叫什么普渡制药的公司，这家公司啊可以说是这场危机的总导演。他们推出了一款药叫奥施康定，一瓶呢卖$100。
说是能治疗各种中重度疼痛。这家公司有多黑呢？为了卖药，他们干了几件大事。第一就是骗，他们花大价钱搞营销，到处宣传说我们的奥施康定安全无害，成瘾性极低，大家放心吃，这纯属胡说八道但是他们把这个谎言是包装的跟真理一样还有第二，贿赂，他们为了让这个药能上市他们砸了巨额的公关费。当时负责审批的 FDA 官员叫柯蒂斯·赖特，在这个审查期间天天跟着这个普渡制药的人开会吃饭。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药批下来1年后，这位赖特博士就辞职了，直接跳槽到普渡制药当高级顾问了，年薪翻了25倍。你说这个里头没有猫腻，鬼才信呢。还有第三收买医生，这个药上市了，怎么让这个医生多开呢？简单给钱他们就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营销队伍像这个蚂蚁搬家一样，渗透到全美的各大医院，给这个医生回扣。你开一盒，我给你多少钱？那很多医生一看，这又有钱拿，这病人又说管用，那何乐而不为呢？还有这第四忽悠全整个社会。他们先是花钱收买各种医学协会，修改国家级的诊疗指南，说这个免于疼痛是基本人权，什么腰疼背疼腿疼以前呢是吃个这个什么阿司匹林就行了，现在不行得上我们这个强效止痛药。他们还推动这个医保把这类药纳入报销范围，这病人一看，这医生也给开，保险还给报销，那有啥顾虑？吃呗。就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这美国人活生生被他们培养成了一个药罐子民族。本来一个对止痛药没啥依赖的国家，硬是被他们搞成了世界第一止痛药滥用国。很多美国人的观念都被扭曲了觉得吃这种强效止痛药就跟吃维生素一样没啥大不了的。后来呢，普渡制药呢靠着这个药年销售额几十亿美金赚的是盆满钵满。直到2007年，他们才承认自己做了误导性宣传。可是公司呢拖到这个2019年才申请破产。这中间10几年已经有无数的美国人吃他们的药上瘾了。更黑心的还在后头，有些药厂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开始偷偷的往这个合法的止痛药里非法添加芬太尼。因为这个芬太尼的效果最强更容易让人上瘾，就能锁定更多的回头客。这一家这么干，那家家都学结果呢，还有这个芬太尼的药品就像潮水一样就涌进了美国家庭。那个14岁男孩的悲剧就是这么来的。他妈妈说这个孩子一直跟他保证会按说明书吃药，结果呢，他吃的那片药里被人掺了足以毒死4个成年人的芬太尼。等这些人在这个医院，在这个药房吃药上瘾了，这处方开不到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去找黑市而芬太尼这玩意儿它是人工合成的，制造起来呢也不复杂，原材料也容易搞到，所以在这个黑市上是又便宜又多一条完整的上瘾黑市产业链就这么形成了。好了，现在咱们把这个故事给捋清楚了。芬太尼危机根源在哪儿呢？第一就是这个美国药企的贪婪，是普渡制药这种穿着白大褂的魔鬼，为了钱呢，一手制造了这场合法屠杀。有内部的邮件都爆出来了，他们高管冷血的计算每毒死一个瘾君子，我们还能再赚2.3万美金。你听听，这是人话吗？第二是这个美国监管系统的腐败 ，FDA 的官员能被收买，整个审批系统形同虚设还有这第三是这个美国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大药企他们每年花超过3亿美金搞这个政治游说，收买这个国会议员，阻碍任何对他们不利的监管法案。有人就提议要限制芬太尼处方，马上就会被扣上侵害患者权益的帽子，被媒体围攻第四呢，是他们扭曲的所谓人权观念。在这个旧金山这些地方政府为了什么所谓的减少吸毒危害，居然免费给瘾君子发干净的针头和吸毒工具，这不就等于变相鼓励吗？他们把这个不受疼痛当成绝对的权利，他们对这个药物成瘾这个更大的危害轻描淡写。你看这整个链条，从这个制药、审批、销售、医保，再到这个社会文化，彻头彻尾都是美国自己的问题这病根烂到了他们自己的骨头里了。可是他们是怎么治的呢？他们不刮骨疗毒，反而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这特朗普拿个绞索道具，在竞选集会上大喊中国的毒贩应该判死刑。
福克斯新闻也是跟着起哄啊，把中国毒品流入夸大成唯一的罪魁祸首，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啊！首先，中国早在2019年就是全球第一个把这个芬太尼类的物质整类列管了。啥叫整类列管？就是不管你怎么变种，只要你是芬太尼家族的，一律按毒品处理。这管制能力全世界最严，没有之一。而那个时候这个美国国企还在为要不要限制药企打广告而吵得不可开交呢。其次呢，就是美国缉毒署自己的报告都说了现在流入美国的芬太尼90%以上是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从美墨边境搞进去的。至于所谓的前体出口，什么叫前体呢？就是化工原料，能用来做很多东西，也能被坏人拿去做毒品。咱们国家对这些东西的出口管制已经严到不能再严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都说了咱们早就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反倒是这个美国一边要求我们合作，一边又用这个加关税来威胁我们，这是合作的态度吗？这是讹诈。说白了，特朗普这套死刑表演就是演给国内选民看的。这个民调显示7-8成的美国选民都是支持重罚毒贩的。那好办呀，反正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我就找个外人来当替罪羊，把这个国内的怨气引到中国身上，我还能捞点选票，这算法真是打得噼里啪啦响啊！所以朋友们，咱们聊到这儿，这事儿就非常清楚了吧？芬太尼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失控的一场自我毁灭。当这个制药公司可以为了利润合法的杀人，当这个政客可以靠甩锅来谋求连任，当整个社会的体系被金钱腐蚀的千疮百孔这个病真是神仙都难救中国就算把海关查得水泄不通，那也拦不住美国药房里开出那一张张的处方咱们的死刑威慑再大，也抵不过华尔街对这个毒品利润的贪婪最可悲的是啥？是这个美国社会似乎已经慢慢默认了每年死10万人是他们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当这个旧金山的市民投票支持所谓的什么毒品安乐死，当这个青少年因为 TikTok 上的挑战去吞芬太尼丧命时你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在禁毒呢，还是在加速的沉沦。所以说美国需要的不是又一场针对中国的制裁，而是一面能照出自己身上脓疮的镜子因为能毁灭美国的从来都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自己编织的谎言和这个无尽的贪婪。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